李长寿仰头看去，长发与道袍齐齐飘动，上方的雷池再次倾倒，又是一片雷瀑轰落。但是这次李长寿双腿一弯，整个人冲天而起，双目神光涌动，主动迎着雷瀑而去。九雷天劫，我已经等你实在太久了。师父，怎么又不走了呀？南海上方，一朵白云停在那儿，被老道拉着的少女小声问了一句。这老道注视着李长寿第二处渡劫之地，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什么天劫？上有天宫，中有龙凤，下似神魔，莫非是排行第二的九霄神魔劫？但随之老道又是摇头一叹。哎呀，今天这南海是怎么了？修道奇才相约渡劫。哎呀，可惜啊，又有一个小家伙要葬身天劫之下。走吧走吧，看这个无用。师父，人家就不能度过这种天劫吗？刚才那个8道的雷劫，你感受到周围有灵气向渡劫地涌动了吗？少女顿时摇头。这不就对了。8道雷劫极难度过，更何况是32凶劫。刚才渡劫者已经魂飞魄散，现在又来了一个。哎呀，资质太好是会遭天妒的。洪荒的高手着实已经太多，不靠天劫压一压，那劫说不得转眼就来呀。走吧，我要去看人落魄事啊。老道言罢，这朵白云继续南飞，那少女却是好奇的多看了眼千里之外的海面。那朵极大的劫云已经差不多要压到海面上了。雷震声响传千里，电光如瀑耀繁空。千里范围内的海面上风雨大作，那渡劫之地方圆100里之内，浪涛更是高得吓人。方圆数千里内的天地灵气朝着李长寿渡劫之地汇聚而去，在劫云中化作雷池的雷霆原印，一次又一次地向下倾倒。下方岛屿已经被毁了近半，还好李长寿选择渡劫之地时都是选那种没什么活物的荒岛，而那些海中生灵溜得更早。雷瀑接二连三，风雨愈演愈烈。这本该只是影响范围不大的炼气士成仙天劫，却意外地搞出了大魔头被天谴的声威。成仙劫算是众多天劫类别之中威力相对较小的天劫，毕竟成仙在洪荒而言也只是不太起眼的小事。真正能够称得上厉害的劫难，应当是在天仙巅峰突破金仙时。若自身业障大过功德太多，天道不允此仙长生，就会降下长生劫。那是能劈死金仙的天劫，劫云面积动辄笼罩千里，也并非雷劫这般单一的类型。与此同时，渡劫之地的东南1300里处，师父，咱们怎么又停下了？还是那朵向南去的云朵上，名为汉芷的少女小声问着。那老道眉头轻皱，用自己强横的仙识注视着千里之外的海面。哪怕是半步金仙境的实力，这老道依然看不透那重重劫云覆盖之地。那里天劫之力浓郁的有些过分，但是根据劫云不断震动抖动，也能推断是否落下了雷劫。这天劫有些不对劲儿，此时已经第7道了，竟然还未散去。老道掐指推算，突然转过身形，瞪眼看向了更远些的渡劫之地。似乎除了天劫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师父，
咱们为什么不过去看看？若离着太近啊，见识了这般成仙劫难，为师怕你今后对天劫有惧怕之心。先不急，在此地看看他能否撑过第8道，按理应该是撑不过的。轰隆隆，天地又是一颤，第8道天劫已经落下，雷光瀑布千里之外清晰可见。劫云还不散呢，渡劫之人竟能撑过第8道，莫非是什么远古大能转世？走，汉直，一同过去看看。这老道不知道第几次倒吸凉气，拉着自己徒儿朝着李长寿渡劫之地飞去，脚下白云飞得十分的迅疾。但他们刚动身不久，就见千里之外有一颗银白泛紫的巨大雷球从劫云中凝成，仿佛在海中升起了一只雷光神乌，恰似天地间多了第2个太阳星。雷球轰然砸下，那里的天劫之力达到了巅峰，下方的海面炸起了千层怒浪。老道继续前飞，1000多里对于他这般境界也是一段不短的距离。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阵阵疾风，那是方圆数千里之地的灵气在朝着渡劫之地涌动。灵气汇聚之快，甚至能在空中看到一缕缕七彩毫光。师父，起风了！汉直满是震惊。那个人渡过劫难了。不错，这是渡过天劫成仙后的吸纳灵气。这老道的神色也有少许激动。走，这必然是什么大人物转世身。你看这些灵气的量啊，说不得此人此仙就要直接飞升天仙。快，咱们过去结交一番。若是能让他入咱们截教门下，也是一件美事。然而这老道言语刚落，天地间突然出现了一道紫色雷霆，从9天之上现身，瞬间洞穿劫云，砸落在了岛屿之上。老道眼睛一红，红光圆润的老脸被那道紫色神雷映成了茄干之色。今天这是怎么了？不看好对方成功渡劫，刚说对方已经平稳渡过劫难，居然又落了一道神雷。掌教老爷在上，这当真不是我言语导致之事。少女汗止纳闷，师父，这又是什么？天罚，真正的天罚。天道觉得它是艺术，哪怕渡过了天劫，也要降下天罚。完了，这人必死无疑呀！天罚可不是那么好。这次不等老道说完，必死无疑4个字刚落，周遭的疾风再起，无边的灵气朝着渡劫之地再次汇聚。贫道这张嘴。师父，您不要说话了，赶紧过去看看。一旁的那少女小手探了过来，将师父的老嘴赶紧堵上。老道摇头笑了笑，手指对着前方一点，白云飞速更急了一些。他们距离渡劫之地还有800里，渡劫之地出现了一片灵芝状的祥云，空中劫云化作了漫天白云，又快速凝作了漏斗状。漏斗的最末端就是渡劫之人。白云内一股股精纯的灵气朝着下方涌动，汇入那道已经能够模糊看到的人影身上。9天之上有一束金光照下，将此人笼罩在其中。这光柱之中有一道道仙子的虚影，随着漫天仙乐起舞，他们随手撒下漫天的花瓣。又有白发老者驾鹤而来，对着下方人影连连道贺，这些尽是天地异象。此时的天劫之力已经十分稀薄，待老道他们距离那儿还有600余里，
漫天异象还未消散，已经将劫云吸完的人影突然扭头转身，朝着大海中跳去。老道一愣，连忙运转仙力大喊，施展千里传音：道友！然而海水之中仙光一闪，那人已经没有了踪影。师父，他逃什么呀？就跟咱们是恶人一般。哎呀，他怎么知道咱们是好是坏呀？老道面露感慨，随后掐指推算，但是推算了一阵，却是毫无所得。躲避天机，应当是某位大人物的转世身无疑了，不然也不可能如此谨慎。为师推算之法也算有些造诣，竟寻不到他蛛丝马迹，一看就是在远古上古修行过呀，深知世道之艰险。汉子啊，你还要过去看吗？这人已经走了。过去看看吧，师父。徒儿也想见见这天劫的威力如何。善。这老道目光满是宠溺，带着徒儿驾云向前。片刻之后，这两道身影总算是站在渡劫之地的上方了，但少女那张俏丽的脸蛋上满脸的黑线，下方的小岛仅存小半，在被毁的那半边岛屿海水下方出现了一口四方的深坑。师父，这就是成仙劫难吗？放心吧，老道笑道，盯着海面上飘着的那件染血破衣。你的天劫绝对没有这么强，顶多只有这1/10的程度。汉芷的嘴角一阵抽搐，这话听着怎么……老道手指一点，下方那件破衣顿时被火光包裹，迅速烧成灰烬。这人走得匆忙，落下了这般物件。为他打扫点隐患，也算是结个善缘。走吧，不然一会儿又有高人过来看热闹，解释起来也麻烦。汉芷轻轻颔首，低头瞧了眼海面之下那黑洞洞的深坑，被师父拉着继续飞向东南。也不知道留下的血衣被人发现了没有。李长寿心底盘算着，此时凭借体内的仙力，全力施展水遁术，朝着西面急窜。他察觉到了那一对赶往自己渡劫之地的老道和少女，才会放弃原地疗伤，吸了最后一口灵气，赶紧跑路。那件血衣是在俗世行走时从一名战死的凡人兵卒身上扒下来的，用灵力泡了一段时间，应该能干扰那些想要追踪自己之人。而且呢，那兵卒得了他亲口念诵的超度经文，下地府投胎那是相当迅速。水遁法化作的那股水流轻轻一震，其内溢出了一丝丝血迹，但是这些血迹还没来得及扩散，就被折返回来的水流再次带走。李长寿此时浑身上下闪耀着七彩仙光，但自胸口到腹部，身躯有着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痕。其实仙躯还算可以看，此时仙婴是更惨，萎靡不振的倒在中丹田的位置，一动都不能动。道理咱都懂，但是为什么9道雷劫会有第10道？李长寿又忍不住咳嗽2声，浑身剧痛都是小事，不断的吐血太难处理了。古往今来，有几个渡劫成功的会像我这么惨？他在海水中停下，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火字碎玉以及其他几样此前取下来的小玩意儿，眼前有些发昏，身形在海水中开始摇摇晃晃。李长寿自然知道，最后一道紫色神雷是天罚，这是天道因此前他蒙蔽天机而降下的责罚，而他此时这一身重伤，基本上就是这道天罚造成的。
但好在李长寿当时反应迅速，感受到天道要降下天罚的瞬间，拿出了自己仅有的几件防御法宝。成仙天劫无法用法宝抵挡，但是天罚却可以用法宝抵御少许。这几件法宝虽然成色不佳，也算是为李长寿缓冲了少许的天罚之力，这才让他有逃遁的机会。紫色神雷落下之后，李长寿倒也算是心安了。我并没有亏欠天道因果。一口鲜血逆涌而上，但却被李长寿用手死死地摁住。元神仙婴受伤太重，他必须要寻地静养，不然自己渡劫之后猛吸灵气所突破的境界，恐怕会跌落下去。心底尚有渡劫时产生的无数感悟，这些是自己接下来继续飞升的基础，也必须尽快的接纳。李长寿的仙识散开，在茫茫大海之中疯狂的搜索，很快就露出了几分微笑，朝着南面深海急遁。不多时，大海深处传来了一声声低沉的吼叫，一头身长20余丈的怪鱼离开它生活了几百年的海域，朝着西面迅速游动。在这怪鱼的背部隆起之处，有仙光轻轻闪动，偶尔还会飘出一朵白玉莲花，但怪鱼之内的李长寿却没有半分气息泄露。哪怕是在重伤之时，李长寿依然不忘记运转归西诀。而这只怪鱼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直想朝着西面游动，而且呢，与海岸保持着固定几百里的距离。李长寿本来是想在这怪鱼体内疗伤的，但是几日之后，自己伤势已经稳定住，仙躯仙婴都可以自行的缓缓恢复。他心神一松，那些感悟纷沓而来，将李长寿的意识强行地拉入了那玄妙的仙境之中。此门名众妙，此境号玄玄。